如果地球上爆发丧尸危机，超级英雄纷纷变成丧尸英雄，你觉得你在这样的乱世有活下去的机会吗？上期讲到，由于万磁王的失误，地球上爆发了丧尸危机，许许多多的超级英雄相继感染，变成了丧尸英雄。神奇先生李德对这种病毒很感兴趣，竟主动感染，而幡然醒悟的万磁王懊悔不已，决定做点什么。可现在万磁王却正被一群饥饿的丧尸英雄团团包围。作为变种人中的扛把子，老万也是不怂，操控磁力控制聚拢周围的金属物体，射向了面前的丧尸英雄。可丧尸化的英雄身体已经失去了痛觉，这种程度的攻击就和挠痒痒没什么区别。老万只好且战且退。眼见丧尸美队追了过来，老万操纵磁力夺过美队的盾牌，一个回旋掷出，直接就给美队的脑袋开了瓢，顺便打折了蜘蛛侠的一条腿。然而被削掉半个脑袋的美队依然没有死，似乎只要脑浆子不流干的话，就还能照常活动。面对此情此景，老万深知不宜久战，赶紧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躲了起来。突然，老万手臂上的通信设备收到了信号，原来是从外太空 M 小行星发来的。他们得知老万在丧尸危机中活了下来，就想派辆穿梭机来接万磁王。老万拒绝了，现在的地球太危险了，他希望他们能够暂时按兵不动，以后能救更多的幸存者。凭自己的能力是可以全身而退的。刚将短暂的通话结束，丧尸鹰眼就发现了老万的藏身之处。老万控制着飞盾，直接把鹰眼的整个脑袋削掉，而自己也中了鹰眼一箭。此番动静也引来了其他丧尸英雄。身处在钢筋混凝土的建筑中，对老万来说也算半个主场。一时间墙体崩裂，钢筋变形，老万控制着金属拦住丧尸英雄，却没注意到变小的丧尸黄蜂女已经悄无声息地飞到他身边，突然现身，在老万的脖子上来了个死亡之吻，疼得老万差点没背过气。众多丧尸英雄抓住机会一拥而上，把老万大卸八块，吃了个干净。老万成功下线，吃饱了的丧尸英雄们暂时恢复了理智。被削成平头的美队又开始呼吁大家想想办法。蜘蛛侠则非常后悔自己吃掉了 MJ 和梅姨。没吃饱的蚁人则找了个借口离队，偷偷来到自己藏匿黑豹的地方。看着黑豹这一身鲜肉，一边锯腿一边流口水。蚁人竟然承认自己是个变态，好嘛，直接将我的内心独白说了出来。就在这时，黄蜂女突然出现，发现蚁人竟然私藏了口粮。蚁人既不想自己私藏食物的事情泄露出去，又不愿和黄蜂女分享，一言不合立刻变大身躯，一口咬掉了黄蜂女的整个脑袋。下一秒，蚁人就恶心地将头吐了出来，因为丧尸是腐烂酸臭的，根本难以下咽，还是人类的肉更加美味。吃完黑豹的一条腿，蚁人就又回到了队伍中。此时丧尸钢铁侠也出现了，眼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食物的匮乏。没有食物，他们大脑根本无法思考。他们派出去分头寻找食物回来的人也都没找到吃的。两位丧尸领袖美队和钢铁侠正在为下一顿吃什么而发愁的时候，吞星使者银色滑翔者乘着他的冲浪板出现了。丧尸英雄们根本没听银色滑翔者在说什么，他们只看见有坨发着银光的肉站在自己面前。看着扑向自己的丧尸英雄，银色滑翔者也是丝毫不慌，他对自己坚硬的皮肤十分自信。一道光波发出，丧尸钢铁侠直接被拦腰打成两截，就算这样还要爬过去吃上一口银色滑翔者的肉。当牙齿咬在银色滑翔者身上，仿佛咬到了最坚硬的石头。雷锤、盾牌、钢爪、铁牙纷纷招呼在银色滑翔者身上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一看伤害 0.5。 面对这刮痧一样的伤害，银色滑翔者不痛不痒，转身冲出尸堆，踏上滑翔板准备离开。好久没吃饭的丧尸英雄们哪能眼睁睁看着到嘴的鸭子飞了呢？饿急眼的浩克也是个愣头青，纵身一跃将银色滑翔者从冲浪板上拽了下来。银色滑翔者的大部分力量都来自于那块冲浪板，失去冲浪板的他实力大打折扣，被浩克一口咬掉脑袋。其他丧尸英雄蜂拥而至，将银色滑翔者也吃了个干净。
吃掉银色滑翔者的丧尸英雄们吸收了滑翔者身上的宇宙能量，能力得到明显提升。可银色滑翔者这小身板根本不够吃，甚至很多丧尸一口都没吃到。两拨人就因为口吃的吵得不可开交。忽然，一个身躯无比巨大的身影屹立在众丧尸眼前。原来这就是银色滑翔者之前要告诉众人的，无敌的吞星者要来吞噬星球了。望着这庞然大物，丧尸英雄们眼睛都直了，脑袋里面想的都是要吃了它。对他们来说，身体越大，能吃的时间就越久。丧尸英雄与吞星者大眼瞪小眼，都想吃掉对方。失去理智的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实力上的差距。吞星者发出几道能量光束打向丧尸英雄们，威力之强大，就连刀枪不入的卢克·凯奇在这光束下半边身子都直接被打没了，更何况其他英雄呢？都开始四散奔逃。期间，太久没进食的绿巨人变回了班纳，可因为饥饿和对食物的渴望，部分丧尸英雄又重新凝聚起来，开始想起了办法。与此同时，断了条腿的黑豹一瘸一拐地逃了出来，临走的时候还带上了黄蜂女的脑袋。没了身体的黄蜂女对食物依然十分渴望，不停地哀求黑豹让他咬一口就一小口。这个丧尸病毒实在太强大了，似乎只要大脑不完全坏死，就还能维持生命。黑豹看着这个丧尸横行的世界，自己好像只能沦为食物。面对这绝望的现实，黑豹无力地坐在地上。忽然，他听到一个声音，扭头望去，来的人是 M 小行星派来的救援队。他们还是不放心万磁王，决定冒险下来相救。可惜老万已经死在了丧尸群的围攻中。当救援队看见被吃的只剩下一条腿的黑豹，手里还有一个丧尸脑袋，都以为黑豹是丧尸。恰在此时，黄蜂女实在忍不住了，挣脱开黑豹，直直地向着救援队的其中一人咬去。看到自己的同伴被当场咬死，另一名队员怒火中烧，就要杀了黑豹。俗话说得好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黑豹一个瘸腿飞踢，42码大脚直接踢在那位救援队队员的脸上，鼻血噌的一下就出来了。黑豹虽然瘸了，但不废，双方拉开架势就要展开一场恶斗。结果救援队队长叫住了两人，经过他的一番观察，发现黑豹并没有被丧尸感染，秉承着万磁王的嘱咐，尽力救助幸存者，于是就打算救助黑豹，将他带回 M 小行星上，一并带走的还有黄蜂女的脑袋。救援队的基地中，科学家利用先进的技术给黑豹做了一条假肢，将黄蜂蜜的头泡在营养液中，充足的营养液让它不再有吃人的冲动。而丧尸英雄与吞星者的对抗中，因为饥饿而团结起来的丧尸英雄们，在蚁人的带领下来到他的实验室。在这生死攸关之际，蚁人决定把黑豹拿出来，大家一起分食。可当他打开箱子之后，却发现里面空空荡荡。他立刻意识到黑豹逃跑了。蚁人没有声张，因为说出去只会引得其他人对他私藏食物的不满。眼下最重要的是赶快造出能和吞星者抗衡的武器。于是蚁人、钢铁侠、班纳这些脑子好使的负责研究武器，美国队长等一些其余丧尸英雄负责去找需要的材料。而像蜘蛛侠和卢克·凯奇这种属于半废人帮不上忙的，就只好在基地门口玩玩纸牌、打打扑克，等着丧尸蚁人他们研究出武器。蜘蛛侠一边打一边不停地在为吃掉梅姨和 MJ 而感到后悔。为了能保持清醒的思考，负责研究武器的几个人只能把肚子抛开，将肠胃里的肉掏出来反复咀嚼。不久，美国队长就将最后的超合金金属找到并带了回来。蚁人将他们和奇异博士的水晶结合起来，做成一个放大装置，这样就可以将他们发出的宇宙能量放大，就有可能击败吞星者。丧尸英雄们迫不及待地拿着造好的武器找到了吞星者，发现吞星者正在和被感染的丧尸反派们缠斗，丧尸反派们也在吞星者的攻击下玩着绝地求生。丧尸英雄趁此良机，聚集好全部的宇宙能量，射出一道能量光束，正中吞星者的脖颈。吞星者被这一记强大的能量命中，直接被打翻在地，不省人事。正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，丧尸反派们和丧尸英雄们都不愿意分享。为了这一顿豪华大餐，又是大打出手。蜘蛛侠找到了死对头毒液干了起来，
毒液共生体无法适应这副残破僵硬的丧尸身躯，曾经毒液引以为豪的敏捷灵活的身手荡然无存，被蜘蛛侠用一发宇宙能量轻松打败。紧接着又是一发干掉了反派恶鬼，而平头美队则遇到了宿敌红骷髅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平头美队直接把红骷髅按在地上就是一顿胖揍。可现在平头美队半个脑壳都没了，作为丧尸最大弱点的大脑就暴露在外面，红骷髅一个回手掏就将平头美队的脑浆子掏了个干净，美队这次彻底死了，就也被蜘蛛侠爆了狗头。丧尸英雄们因为吃了银色滑翔的肉，能力得到不小的提升，把丧尸反派们打的是节节败退。这时倒在地上的吞星者发出一阵呻吟，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。中了那么大威力的武器，一炮居然还没有死，而活着的肉才是最好吃的。众丧尸又是蜂拥而上，趴在吞星者各个部位上大快朵颐起来。多年以后，M 小行星的科学家给黄蜂女制造了一个机械身躯，使其有了行动能力。他来到地球周围扫描生物的活动迹象，却发现地球上已经没有任何生物活动的迹象，报告给救援队队长。队长听后也是面色凝重，这就意味着丧尸英雄们逃出了地球，去宇宙中寻找食物。在某一星球上，众多丧尸英雄聚集于此，在宇宙里一边走一边吃。丧尸英雄又新添了不少成员，现在整个宇宙也被丧尸英雄吃得差不多了。丧尸英雄们已经几个星期没有吃东西了，大脑都快不能思考了。丧尸灭霸嫌弃浩克吃的太多，浩克一个不服，一拳打掉了灭霸的下巴。看见地上掉了块肉，抱着不浪费的心态直接就吞了下去。蚁人根本没来得及阻止，可马上肉就被吐了出来。蚁人解释道，丧尸的肉是酸臭的，不能相互食用，不然他们早就被其他丧尸吃没了。就在局面山穷水尽，众英雄们手足无措之际，蚁人突然想起了在地球上还有一台时空穿梭机，既然这个宇宙已经没什么可吃了，那可以去到别的空间。就在这时，卢克凯奇看见平时碎嘴的小蜘蛛现在却沉默不语，似乎在想些什么。蜘蛛侠感到好奇，自己已经1个月没吃东西了，如果是以前早就饿得意识模糊了，而现在自己却还能够思考。虽然饥饿感正在逐渐消失，但毕竟饥饿感没有完全消失，那就还需要那台时空穿梭机。于是众丧尸马上赶回地球，路上还遇见了星爵的老爸活体星球一哥。想想回地球还有那么远的路，肯定得吃点东西补充体力，于是大家使用吞星的力量吃掉了一哥。现在的地球距离丧尸英雄离开已经过了40年，一个黑人小男孩走过一片废墟时，突然听见了废墟下面有着微弱的求救声，他急忙上去准备救人。可当他掀开石板时，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废墟下是丧尸鹰眼的脑袋。丧尸病毒让他一直活到了现在，而因为长期没有进食，对于食物的欲望也不是那么强烈了。在鹰眼的恳求下，小男孩决定将这个脑袋交给自己的爷爷。自从 M 小行星的人发现地球上没有了丧尸之后，就在黑豹特查拉的带领下建立了新瓦坎达。40年风云激荡，如今的黑豹年事已高，加上与年轻一代的理念不合，领袖的位置一直被虎视眈眈。科特兹是其中呼声最高的。之前那位小男孩正是黑豹的孙子，他将鹰眼的头交给黑豹，看着自己曾经的战友，黑豹心里五味杂陈。他嘱咐老科学家要给他制造一副身躯。当天深夜，一个黑衣人闯入黑豹的寝宫，趁着他和妻子都在熟睡，手起刀落就是给黑豹腹部来了一下。惊醒的黑豹起身就给了刺客一脚，可这已经是他的极限。刺客见状又上前补了几刀，还好黄蜂女及时赶到，打晕了刺客。看着奄奄一息的黑豹，黄蜂女只能咬伤黑豹，企图让丧尸病毒维持住黑豹的生命。久违的鲜肉味道又勾起了黄蜂女对食物的欲望，她竟然扑向了黑豹的妻子。黑豹一下子拦住饥饿的黄蜂女，饥饿的他们选择吃掉了一旁昏死的刺客，但他们还是后悔不已，主动进到了禁闭室。无奈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这件事还是传到了科特兹的耳朵里。
他利用黑豹被感染大做文章，将黑豹彻底关在了禁闭室，不费吹灰之力控制了整个部落。谋权篡位的科特兹决定要当众处决感染的黑豹以及丧尸黄蜂女。部落里也有人看不惯科特兹的所作所为，老科学家雷诺德斯就是其中一个。他戴上鹰眼，打开了禁闭室，决定将黑豹和黄蜂女放走。可没想到科特兹猜到了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他选择将计就计，带着部落的人堵住了他们。他向众人揭露黑豹变成丧尸的事实。科特兹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疾呼，黑豹特查拉是一只怪物，已经不适合做部落的首领了，想以这种方式稳固自己在部落中的地位。可突然所有人都不再看科特兹，将头望向天空，天空中一阵轰鸣，原来是丧尸英雄们回来了。